我的背面是大海，蓝天白云。其实我的背面还有礁石，礁石上面有2只小海狮，它们在不停地叫着。海水很清澈，也有一些来自各地的游客，他们在海边自由地嬉戏。我站在树荫下，几乎是属于那种站在晦暗的阴影里，跟我的心情其实差不多。到海边每次都能感觉到心情比较愉悦，赏心悦目，你会感觉到海天一色，甚至你在太平洋中，你视线所及的地方根本就看不到尽头。你不仅能看到我们认为的所谓的自由，其实你更容易看到人和动物都能愉快地相处。你在欣赏它的同时，它也挺开心。有人在练习潜水，海狮会陪着你，你会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地方都是免费的在开放的，没有收费的人员，只有人给你服务，然后你会感觉到这种自由非常轻松，你会感觉到它好像如同阳光，它是非常充沛的。在这种环境中，你能感觉到发自内心的这种放松，你会觉得生活很美好。但是在亚洲的那一边，在我们原来把它认为是东方明珠的地方，海里面最近连续出现了一些浮尸。6·9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有许多警察其实是没有委任证的，你让他出示委任证，他会告诉你你在妨碍执法。后来我们知道了，有许多警察，他们脱掉防暴警察的外衣，就可以换上驻港部队的军服。这些照片、视频也被人发到网上，而且是涉及到美国正在调查的一些议员，他们已经亲临现场，不仅仅是新闻工作者在发布类似的信息了。4个月来，我们见到了太多混乱的消息。Good morning, yellow kayak, gray kayak fishing. You're actively fishing in the Marine Reserve. That's illegal. Need to head west a quarter of a mile. Thanks. 但是最终我们看到了一些值得我们记住的事件。有许多人被从高楼上扔下，说他们是跳楼的。原先我们只认为跳楼的应该摔出很多血，内部的脏器受损，会大出血，一大滩，脑后一大滩，沿着你的头会浸满你的侧面，最起码出血量从来就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现象，就跟死了以后从楼上摔下来的一样。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有人从楼上掉下来了，活的跳下来的还是死了以后冻瓣了然后扔下来的不知道，但是他的一条腿一个脚被摔碎了，飞出他的尸身，这就不正常了，对不对？你怎么看都能理解为他是在冰柜里取出来的，已经是尸首，然后从楼上扔下来，伪造的跳楼自杀的现场。
紧接着我们就看到海面上出现了一具浮尸，很快就被烧掉了。我们先看到洗地的人在说，这个小姑娘涉及到私生活的问题，就不要去评判了。啊，听起来好像很有人情味儿，但紧接着新闻媒体就公布了她被香港警察逮捕的这个现场照片。这是一个15岁的游泳运动员，在学校里他是以游泳见长的。Good morning, kayak and stand-up paddlers. This is the La Jolla Cove swim and dive lane. No kayaks or floats allowed here. You need to head back to the sea caves. Those white buoys behind you mark the swim and dive lane. If you want to go to open ocean, you need to head all the way around those buoys. 如今人们已经没有可能压抑自己的愤怒。今后海底会不会再冒出浮尸来呢？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死的呢？一个15岁的小姑娘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了，把她火化了以后，连一个相对中立的机构为她进行尸检的可能都没有。我看到了有很多人提出，今后再遇到类似的事件，希望由国际中立机构介入调查。这么快就把它忘了吗？这个事件不是孤立的，抓住这一个点，可以把它延伸开来。谁抓的他？什么时候放的？如果没有放，他是怎么死的？如果你能证明你放了他，他才去跳的海，中间有证据吗？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集中力量去研究的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已经得到了相当的关注。如果说大家能够抓住这个案件，它完全可以形成一个突破口。不要说冤案迟早会大白于天下，其实许多仇就是这样慢慢的结下来的。香港4个月来轮番交替的恶化升级，我们看到了很多国际社会关心香港问题的人逐步的走上了台前，发表着自己的观点。虽然也有一些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期望香港问题能够自行解决的，因为他找到的理由只有一点：69的时候声势浩大，现在上街游行的人少了，也就意味着这个事儿可以慢慢的被消化。其实上街的人是少了，现在没有再来200万人上街的事儿了，但是死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刚开始见到第一个以身相训的，大家还在劝说，希望不要走极端，不要失去任何一个抗争队列里的战友，希望大家都能等到一个胜利的明天。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抱有悲观的态度，连国际社会中最让人期待的美国总统都在退缩了。是他有的时候把这一类的焦点可以当作筹码，在两国政治间作为一个妥协的筹码，你会感觉到非常伤感。但真正我们看到的整个国际社会依照香港现在正在抗争的人，重新再给中国人做定义。中国人不都是怯懦的？香港有很多让人感觉到能够发自内心去敬重他们的人，他们有一组数据非常让人惊讶。其实很多人从来就没有考虑过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
香港被捕的孩子有10岁的，有12岁的。已经被捕的2000多人里，有700多人是18周岁以下的。可以说，在香港战斗在一线的人都是非常年轻的。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叫一国两制。迎接香港回归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出生，他们只知道一点：香港已经在失去继续维持下去的这种基础了。如果说香港继续发生这种不可逆转的变化，他们的未来必将是灰暗的。所以他们在抗争，他们走在抗争的一线，这是中国任何一次群体运动都没有出现的现象。我看到许多香港人明确地表示，我们知道会输，我们斗不过一个集权，但是我们宁死也不会放弃抗争，要么给我自由，要么给我去死。我希望我的生命能够更有价值。曾经获得过自由、享受过自由的人，是很难进入一个全民晋升，类似于像农民一样的状态的。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的人拿香港问题当做一个筹码。香港发生了这么多类似于智利皮诺谢特时期的这种惨案，一个一个的个案，被逮捕了以后死的都不明不白。为什么就没有人去站出来穷追猛打的，哪怕紧紧抓住一个案件不放呢？高调的这些口号带不来一个真实的和平。个案如果能够厘清，它将会推动整个事件的进程。要让这些执法者中披着执法者外衣的这些已经丧失了人性的警察，或者说其他武装力量，明确地感受到，他们所有进行的反人类的行动都会受到打击，都会受到精准的追查。这样才会震慑他们。其实对未来的中国，在群体性事件中充当政府打手的这些人，也会是一个警醒。这对整个中国情形变化是有向好的一面的。我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点，不要轻易的放弃它，不要让每一个鲜活的生命只活在我们的记忆中。如果有可能，尽量还每一条冤魂一个公正，让大家知道他们是怎么走的，让大家知道纪念他们的时候可以缅怀他们的事迹，而不仅仅把他们当作一条冤魂。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站起来，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来推动调查的推进。谢谢大家，再见。